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新闻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收税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云山，吴哥好，大家好；右边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3Q 哥陈柏惟马上赶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参加今天的讨论。好，那你会关心的是，黄昌从在万华中正那1亿之后，那到底是得分还是失分？对整体包括政党之间的版图有任何一些理动吗？那当然你也看到说，今天所谓的撞触法，然后吴承纯委员说要请辞，到底是为什么要请辞？而这个请辞，所有在未来对这样的一些议题有任何一些的影响吗？当然，更重要的是今天是礼拜二嘛，礼拜二周刊当然又会报一些跟柯文哲有关的事。你现在还会关心柯文哲主席吗？真的是人走茶凉吗？难道就真的这么现实吗？还是这整个议题，包括今天再出现的一些内容，会让你看的还是触目惊心呢？所有这些会不会都联动到的，当然就是罢免这一环到底会怎么样？那这两天也出现了非常多的一些的民调，来看看说，如果从民调分析，蓝营跟绿营之间，到底谁跟谁之间真的风险会是比较大？你可以看得到，传统上大家说蓝营是不是有8席，那绿营是不是有4席，是非常危险的一些状态，真的是这个样吗？如果再从民调去做细部分析的话，有哪一些地区真的较危险呢？不过一开始如果讲的话，阿淼是万华这一仗，你自己看好，因为后来黄昌还是有直播嘛，对不对？万华这一仗，你从人数、包括对呛、包括所有这些，你觉得对他来说是得分失分？对整个民众党又会怎么样？对黄国昌个人绝对得分了，因为会觉得对他失分的人都是因为不懂黄国昌，才会觉得说他被民众呛就是他失分，所以他需要那个场合，他就是要那个样。对，我现在帮大家解析黄国昌其实他现在在政坛上，过去10年来其实都是一样，他追求的永远都是只有他的铁杆的粉丝，大概民调上呈现也许是10%左右，这个小平经常讲这个黄国昌这样搞不会过半啊，然后这个，但是要过半那都是蓝绿在想的事情。黄国昌从来不想过半，他只要那10%握在手上之后，他就有跟朱立伦跟傅昆萁喊价的筹码嘛。只要有10%的话，不分区立委还是好多席啊。所以他那个万华那个场面，我跟你讲，黄国昌真的赚到了，因为呢有民众出来骂他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再回过头去。释放一个讯息给他的这个10%的支持者说，你看，民进党的支持者都是这种属性的，然后我黄国昌呢，风度翩翩，很礼貌啊，就说大家给他们掌声这样来回应，他自己本人不会这样讲，但是呢，围绕着他的这些在网络上支持他的人，甚或是呢这个民众党自己的网络媒体部呢，就会开始剪影片。因为现在的传播环境是短影音当道了，30秒到1分半的这个短影音，就很好做个对比啊。就说台下有长辈在那边骂得很大声啊，甚至有一些难听字眼出来之后，黄国昌在台上，对不对啊？就说大家这个给他们一点掌声，他们来表达意见，这些都是民进党的人来骂我，然后慷慨激昂的讲几句批民进党的话。我跟各位讲。黄国昌在深蓝心中的好感度又往上升了，因为深蓝要看到的就是这种敢跟民进党正面对决的战将，昨天黄国昌直播我有看了，他马上在他的直播里面讲，他说我非常佩服这些公民团体发动扫除绿卫兵，第一站就到深绿的选区。一般懂政治的人啊，包括这个坐在场的所有人，第一个一定会问说，请问中正万华什么时候是深绿选区？才不过10年前那个立委还叫林玉芳呢，还是国民党的呢。中正万华除了这一届之外，以前的这个议员都是蓝大于绿啊。什么时候中正万华变深绿选区？听了把钟小平摆在哪里？对，笑掉大牙嘛。浅蓝呐，平均是中正嘛，浅蓝。对啊，你会觉得说黄国昌讲这，你是不是完全不懂政治？其实错了，他非常懂政治。他讲这番话根本不是给懂政治的人听的。他讲这番话是针对他直播间聊天室里面的所有网友，因为那一群黄国昌的网友有一个特征啊，对政治有兴趣，甚至对政治非常热心，但是对政治的理解基本上是0。所以黄国昌是他们认识政治的唯一窗口。之前黄国昌不是讲过吗？有线电视该嘎嘎掉哦，因为他如果看新闻面对面的话，对于政治的理解会一直上升，这样就会脱粉。
但是如果有线电视剪掉，没有看新闻面对面的话，他理解政治只是透过黄国昌的窗口话，他甚至会以为中正万华是深绿选区。那黄国昌去到那边，哇，有 guts， 对不对？深绿的选区你还敢站上去，被呛不改其次，然后这个面不改色，哇，这个在蓝营的选票就会这样子靠拢到黄国昌嘛。所以我觉得未来他不但不会暂停这件事情，他会继续在台湾四处收集素材。对黄国昌来讲啊，其实我觉得民进党真的不要小看他，他是现在的政治直播主里面最顶流的，最顶尖的。因为你去看他的直播的话，他完全学会了真正的网红直播主是靠抖内为生的那一批人用的语言。你知道昨天他在直播里面，他不是为这个他的党募款嘛？这个很多人在讨论啊，说啊是不是又在募款这些等等。但我注意到的是，他在导入募款页面之前，他讲那一段，他说今天很多人叫我宝贝，今天开放你们叫我宝贝，等一下换我叫你们宝贝，来你们打开这个募款网站。我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学习那一些。就是每天直播，然后让大家什么送礼物、送火箭、送跑车、开礼物那些，完全是炉火纯青。我们政治界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人可以做到跟他一样。但是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跟他直播间里面的这些网友建立起了如同朋友一样的感情。你们去看黄国昌的粉丝，相信他是相信一个朋友，而不是相信一个在政治上的代理人。如果是相信在政治上代理人，我举个例子嘛，假设今天我突然180度转弯，变成支持跟中共统一，我的支持者一定唾弃我，因为他找我做他的政治代理人，就是要我反并吞的嘛。但是黄国昌无论再怎么转弯，他的支持者都挺他，那你哈低啦，我相信你啦，黄国昌都有讲过了啦，他的直播都说明过了啦，这就是义气。所以你看馆长也把他这样挺下去啊，对不对？然后黄国昌现在跟柯文哲他的政治连结度也是用这种啊，我相信你柯主席就太容易相信人，都被骗了。那所以你如果看懂了黄国昌，你解析他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制造冲突其实就是他要绑住那10%，最重要一个关键。他不管在立法院也好，在街头、在直播间，永远都是在收集素材，在制造素材。所以未来我相信他去讲是什么前进什么台南屏东这些。我认为很高的可能，他真的会去。他真的会去的时候，其实他的镜头不是对他的支持者，他的镜头绝对是对着那群骂他的人。然后绿营的人就说啊，你看又有人去骂黄国昌了啊，然后绿营的民众就会因为有一个怨气要出嘛，所以他们就会去剪那个骂的最厉害的影片，在网络上传播。然后黄国昌就说，你看这些绿卫兵在霸凌我，对不对？然后蓝营的，你看到我是个战神，我是个战将，对不对？然后呢，你们要跟着我一起扫除这些绿卫兵。这才是黄国昌不断要释出的政治讯息，而有这样子以制造冲突为释出政治讯息主要手段的政治人物，这就是未来我们的国会立法院大概3年4年下来，一定会争吵不休的最关键原因。阿苗刚刚讲的那段，如果你不是长期熟悉网络上，尤其刚刚讲到网红抖内的那一块，你大概会听起来觉得很怪。但你现在如果再回头去看，你大概就了解。你现在就知道那些我们先讲网红专靠抖内那一块，难怪没事就要喊家人们、宝贝们，然后没事就这样喊这些。对，原来现在政治也可以这样。刚一开始讲说，对，立法院荣誉为三个陈柏惟赶到我们现场，来三个欢迎。哎，你好，大家好。我一直觉得现场里面，如果讲网络上面最拿手的，阿苗当然其中一个，三个你是嘛，对不对？你有没有喊那个跟所有的那个抖内喊宝贝？然后你们可以喊我宝贝，喊宝贝们，有没有？现在最流行的已经不是宝贝、老铁、家人们，现在是阿苗过来，霸道总裁。阿苗坐下，阿苗早安。接受我的祝福。那个中国那边现在是反其道而行，有一些比较 M 属性的观众有那个霸道总裁。OK， 但是黄国昌是不是真的深谙此道？如果照刚刚那样讲的话，柯文哲当他立场让很多人觉得改变以后，他的粉是不是真的走了很多？你从选战年初的时候，去年年初369万，一直到现在，中间经过风风雨走那些，如果照阿苗刚那样讲。黄国昌不管怎么转，那些人永远都是用兄弟一样的义气，家人宝贝，全部都跟在后面一路走。中正万华那一直没看到你，他们办活动我怎么可以去？你不可以去。可是人家吸的是莱茵的票啊，人家吸的是莱茵的票啊。不是我们是在泛蓝那个蓝白是要合作的那在
一个泛蓝的框架内的竞合关系，竞合有竞这个字，泛蓝各自表述，哎，做到各自表述就落掉了，就比较难整合了，但也有表述的空间了。好，为什么要讲？我先讲为什么讲弃于保吴于轩。我先讲那个选票结构。其实你说的于是虞美人，虞美人对不对？吴于轩嘛。吴于轩，对。你觉得黄国昌会选这个地方，目的背后算的是这个吗？背后算的是什么？算的是吴佩益最好霸。OK， 最好的战场，这个是应该这样。那吴思瑶难多了，我讲对不对？好，那我讲的选票结构因为虞美人来选，其实我们在蓝白核心，其实吴于轩没那么重要，而是这一席的白的议员重要，那是合作的概念，那是个党跟党的概念，在万华中正区赖清德拿39%，吴佩益拿多少也是39%，我拿34%。然后那个拿35点几，侯友宜为什么？因为有2-3%原住民我们不能投，我可以投他拿了80%原住民，对吧？投蓝这正常嘛。然后这个阿贝拿了26%，虞美人拿了25%，就是完全就是蓝绿白跟着组织走嘛，这个概念。所以虞美人没有一个绿的投他嘛。他来选是拿什么票？拿泛蓝，特别是拿白嘛。然后有一个徐立信，那无党。这个区是这样子，大概会选个16、17万票，投票率低6成多嘛，市长，我们跟市长一起，我们都大概拿个7万5，民进党拿个6万，然后无党籍就2万5，虞美人再进来，徐立信再进来，吴于轩再提名，而且吴于轩还是上次拿1万2，还是在黄珊珊5万票的基础下，26%的基础下，那这一席就可惜了嘛，就变成白没有拿到的话，绿就可能4席啊等等，不管，那我们是好心这样做，我也知道他会骂我。我没有笨到这样，因为吴于轩那个不友善的无所谓，我只要对白释出友善，蓝白合的框架在罢免期间嘛，这是主席的指示的大框架好，而且我相信我是联署的要角，没有人联的比我多吧？如果他们要叫我帮忙的话，好，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你还称赞虞美人，那你就给他参选的正当性。我说，然后那个吴于轩好，再拉回来，他去那一场，我觉得有得分有失分。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你还称赞虞美人，那你就给他参选的正当性。我说，然后那个吴于轩好，再拉回来，他去那一场，我觉得有得分有失分。你说黄国昌，黄国昌如果是误打误撞得分的话，因为他在刮深蓝的票嘛，像张一山不是在讲吗？阿苗在讲吗？然后重点是还好怎么样？他没有下来定勾机，他真的冲上去跟人家推挤。你说跟那些跟那些呛家人直接有肢体这样的冲突啊？那我的票就丢光了，深蓝的票，我跟你讲，那叫做真的叫勇者。那如果他这样，如果下中南部会不会这样？不看他有没有胆，我没有看过他是目前推人家过了哈。他真的像以前少年赵少康那样。朱高正不是很壮？赵少康当然打不过朱高正，可也被打在地上，他金童也去打，你知道那不一样。人家不会觉得说，哎呀，打架还像大侠。片叶不沾身都不弄泥巴，别人就见血封喉，没有那个时代了。民进党没那么弱，你打到惨胜，把最后一口气是别人咽气，都已经很厉害。选举不容易，他敢这样子去弄的话，不顾形象，那才是我们要担心的问题嘞。所以我就讲说，不是他歪打正着得到了深蓝的票，然后还是说他计算好，那就厉害了，这个就是谋略家了。我不知道，我没有问过黄国昌，这是我们失分的部分，可是我们有得分的部分。就他本来是说要主导整个中华的罢免的联署啊，干嘛好？然后蓝白合他来主导这区啊等等，还说这个士林北投学姐要推学姐，那我们张志刚啊这些什么侯汉廷啊这些汪志斌，难道都是植物人吗？就我们党内是摆不平的，我先讲，他先喊这谈判的筹码，然后可是那天的那些人招来的那些人能够主导中正万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老 K 得分的地方，陆战还是老 K 嘛，还是我们这些老议员才有用嘛。所以你眼中看，你觉得那人太少？太少了，总共300-400人，呛虾150带来的150嘛，就这样300人，我那个大概看那个场面嘛。所以今天主导权又回到朱立伦，这两个地区的主导权又回到朱立伦的手上，陆战。因为一阶段联署不难。到2阶段那个60天，你只能连40天、20天要整理，你知道那很麻烦，整理分册啊，什么编号啊，几万份，那个也只有老 K 能做。OK， 那看朱立伦什么时候下令，什么时候出招，
那整个方向大概是这样子。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军训委直接问一下，如果洪昌刚讲真的，如果到中南部去呢，到台南好了，就直接到台南。大家讲台南、高雄、屏东，基本上算是绿营比较巩固的地区。如果到你们台南，你觉得现场就被打，他就红了。对啊，一定要搞成这个样子吗？这个就是一种大的谋略嘛。他要刻意要挑衅，他要报我们深蓝的票，然后被绿打，你认为蓝会不会爱他？当然会。可是你说不管台大有一个教授，你说他怎么讲黄鸿章不适合从政，就呛赖清德或什么？可是他不管呛赖清德，或刚才讲说在中正万华这一仗，如果照刚刚阿苗这样，还有昨天一些来宾的讲法，他是知道这个才是他在政坛生存之道啊，除了韩宝贝以外。我讲他去万华，他就知道说连万华都可以被呛，到台南、高雄，哇，那就更热闹。那所以小平同志是头脑很清楚的。他去台南、高雄，你朱立伦敢来吗？对不对？他跑第一，你要当反绿大联盟的盟主，就是要像黄国昌这样。我专挑战国民党不敢做的。所以凡是痛恨赖清德、民进党的，通通都要支持他。这个是黄国昌的战略。那因为他现在没有包袱，因为民众党8席都是不分区嘛，所以他搞了仇恨值再高，党内同志不会骂他嘛。那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现在有些地方可能会被罢免掉的，他都希望党中央你路线呢要讲好。像这个会期，国民党党团会不会正常一点？就是一些争议法案会不会比较不敢拿出来？像那个什么修国安法啦、党产条例啊，什么中配6改制等等这些，国民党内就会有不同声音。可能有些人觉得反正还有时间嘛，罢免过了以后再谈。所以由这样看就知道，国民党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遇到的一个困难盘算，只有民众党没有嘛。黄国昌现在担心的只是柯文哲交保出来了。那为什么担心他交保？那就有个太上皇啊。那民众党人有事情，我可能不跟你党主席报告我直接跑去柯文哲家。这个会有这种状况。而且现在满朝文武啊，都还是柯文哲的人。所以黄国昌现在担心的只是柯文哲交保。所以民进都卖个绑出来嘛，第一个想法也一点，一点黄国昌的嘛。你们不要说我见缝插针，政治现实面就是这样。OK。那黄国昌，你看他这个人，他现在做的就是他要凝聚所有反绿的、讨厌绿的，他要成为一个明星。他已经不管过去的什么评价了，什么朋友，他换党，连朋友全部也换掉。你像刚提到台大那位教授，郑秀玲，他是台大非常出名的经济学者嘛。郑秀玲更出名的是，他非常非常支持黄国昌。我在立法院跟他同事过，因为他那时候递补时代力量的立委，对，好像4、5个月，包括去年立法委员选举完，那郑老师有跟我道贺，这当中他不断的给我写，他说民进党不要骂黄国昌，他说不要骂国昌，多跟国昌沟通，他甚至叫我去跟赖清德建议，让黄国昌入阁，等等，他非常支持黄国昌，他给我的全部都在帮黄国昌讲话。那现在呢？郑秀玲说黄国昌是良心被狗咬掉的政客良心要告包伊，而且他是投书他不是私底下骂，他投书《自由时报》，他等于昭告天下，割袍断义，我跟黄国昌就断了。所以我是个人非常的震撼的。但是他那个投书你注意看，他是有逻辑的，他很清楚的写他为什么看不起黄国昌。他说黄国昌已经是一个这个否定自己过去，他用无良政客来形容。其实我觉得黄国昌都已经不在意了啦。其实很多人以前都跟黄国昌很要好嘛。对，我们以前曾经跟他也算是同志过嘛。但是他提的就是黄国昌第一个同党换法，他讲得很清楚违反程序正义什么世人不明。那他知道黄国昌就是很会搞斗争嘛。那因为他的政治资历，一般政治人物很少有的，就是弄死一个政党，这一般政治人物不会有了。再来就是什么不断的叫嚣赖清德，
他现在是，他现在言必称赖清德，辩论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跟他辩论，就是赖清德。赖清德嘛。对，然后眼中看到的都一定是赖清德总统。什么壮世代疫苗看多赖清德，柯文哲贪污疫苗跟赖清德还，什么都讲赖清德。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有些逻辑不通，但是他就是死咬赖清德。黄国昌不知啦，他这就是他的战略嘛，就反赖清德就是第一嘛。所以2026对黄国昌很重要。那2026重要在哪里？就当然就是他要议员当选席次。所以黄国昌的目标定出来哦，他说6都都要有党团3席以上，3席这边就至少18席。那如何能够达成黄国昌的战略目标？一定是从国民党把票敲过来。那他不用敲很多啦，那他一区只要敲个几趴的选票。因为当选议员大概8%到10%，你就可以当选，在那个选区里面。如果假设那个民众党黄国昌自备个3-5%，那就缺个3-5%票而已。我就专这种极端的深蓝票，我要过来就好。所以黄国昌其实他是不断的进行他的，所以连那个什么那时候三民主义啊，什么被三民主义那些，都是立据于这个地方，就只要这些票就好。真笑，套炸4点起床去礼堂去体育馆，你不要挡受起来背哦。对不对？你们我也躲在棉被也不行，一定要那么有仪式感。清晨4点摸黑出门，到体育馆站在国父遗像前面，然后背那个孙文的三民主义，中小平都做不到，对不对？我主要起不来了。这种我们听起来是不要脸嘛。那么管你笑我不要脸，我就是要这一小撮人的选票嘛。其实阿苗其实刚也分析得出来，我们看法大概也一致嘛。黄国昌就是要这些极端的支持者，不管反正他把他的自己的家族建立起来。因为他的小草跟柯文哲的小草不一样，他现在要建立他的仓草嘛，对不对？他建立他自己的直属部队嘛。那是这些哪些人对位？黄国昌现在开始做了，你看他都学柯 P 嘛，那也要北高行，人家柯文哲是台北骑到高雄，黄国昌是到高雄了才开始骑，对不对？这个体力，精神状态，你摸这个摸也摸得太凶了吧？黄国昌是到高雄了才开始骑，对不对？这个体力、精神状态，你摸这个摸也摸得太凶了吧？那不管如何，他敢去挑战深绿，那个才是深绿军啊！你国民党有谁敢嘛？不过刚刚讲的，如果在现场唯一要找到一个 ，Thank you， 你是唯一一个曾经面对过真正一个大部队的。所谓大部队的意思是，那时候罢免只有你一个嘛。对，然后那时候蓝营一定是全部打你一个嘛？小平那时候有来吗？我没有。那就好，那还不算。国民党最重要的炮手钟小平没有来。OK， 对，你看，就你是面对个，如果照这样的话，你现在自己来看，如果大家都是黄国昌，目的是要建立他变成非绿共主，然后要拿国民党吸国民党深蓝的一些的血，要这些票，要所有这些，你那时候跟所有的蓝营要整个打完，我也没看你现在变成非蓝共主啊。那为什么这结果会有这样的一些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英雄主义啊。你觉得他有英雄主义啊？当然啦，柯文哲的战术叫做苔藓计划。你听他一下子炒一下花一下什么的，他就是要想办法渗透到各个组织嘛。傅东梅计划，老爸儿子怎么样？有没有？他那个就是苔藓计划，只要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就要长。苔藓。黄国昌不一样啊，黄国昌一定要就是我是最大的那一朵花。我是最漂亮的那个人，他一定要当英雄啊，所以他一定要去做这样子的这个对抗，然后舞台，然后表现，那比极度的夸张啊，但是我还是相信台湾的民主啦，那人总是会有，就像可能有的时候会谈到失败的恋爱一样，总是会有看走眼的时候嘛。所以或许年轻人或者是对政治比较不了解的，不知道他在干嘛的，可能短时间上会疯狂的爱上。因为你最近看几份民调，民众党的支持度是有回稳，甚或有回来一些哦。是，他一定都会算在黄国昌身上啊。不，那掉的要不要算他的？掉的也要算他的，回稳才能算他的啊，对不对？300万票，看现在剩多少之后，我们再来讲嘛。
黄国昌的逻辑很简单呐，其实他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是慢慢找回那些苔藓嘛。可是问题是，他又偏偏要当那个很大的太阳，因为所有目光焦点都在他身上啊。你看黄国昌在节目上面的时候，我们都快忘记民众党有黄珊珊了，我们快忘记其他7个人叫出什么名字。要不是吴春成壮士代哈利路亚，然后下台，不然我都快要忘记他们还有哪一些立委。所以黄国昌的特色是跟他的这个民众党过去发展的路线是相违背、相矛盾的，他只能尽量想办法说，我赶快把票找回来。结果他发现一件事情啊，我要找柯文哲的票，不知道去哪里找。那些中间理性选民，反而反映的是我平常不管政治的，我不发表意见，我不要让人家知道我支持谁。这个是投给柯文哲的大众。好，他们在关键时刻虽然有补上临门一脚，但基本上整个非选期间3年364天是不讲政治的。那黄国昌的状况是我一定要舞台，最后会变成怎样？他会被煽动走。什么叫煽动？我开直播如果是国民党的人怎么样，我就去看他嘛。国民党没人会骂，黄国昌会骂啊。我如果黄国昌发言，我去他的新闻下面留言嘛。所以久而久之，黄国昌就会长成蓝色的样子，因为他追求舞台啊。他只要发现，我骂民进党或舞台，我骂国民党，好像很应该，大家都在骂，所以就没有那个舞台，所以他变成非蓝共主。它的形成原因是这样子。讲是这样子讲啦，但是他毕竟因为毕竟也是看了10年，他是一个说的远大于做的人呐。你要他说要他表演，要他开直播，他很会，可是你要他做很困难。几次不管是包含陈情啊、吹哨者，甚至公务员等等，过去他有这样子的标签，说有事情都来找我。但你发现他们的处理能力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事必躬亲。那包含选举也不太选，市场也不太少只占街口，至少是去年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安排了，今年就安排了一个这个叫穷人版的一日北高。我都还记得10年前柯文哲还没有，虽然现在被定掉不为棍，10年前他为了一些政治理想我还记得他228的时候拒绝跟马英九握手。另外一方面是一日北高希望拟平族群的纠纷，这个是一个讯号，这是一个政治意识嘛。所以我觉得不管这个人做的怎么样，后面的发生的事情走中，他至少那1年留下的印象是这样子。好，我觉得这样很好。问题是你们这次一日北高到底要干嘛？首先，土城出发，意思是什么？挺贪污，所以有贪污的人跟上来还是吴春成壮士代，那壮士代跟上来，那还是这个讲了半天，发现没有人会跟上来，你就很明确的看到一个问题，柯黄的支持群众有本质上的差异。柯文哲是能够吸引到年轻人，黄国昌现在吸引到的就是一群暴走的人。那所以你看我要求壮士代，那年轻人看一看壮士代关我什么事情？然后我说我要贪污的人跟上来，年轻人看一看我最讨厌贪污了，我怎么跟上来？所以最后只有一招，就是反民进党，他是不得已的，他没有其他招式了。他现在这1年多累积下来，不管是报复坤骑大腿，喝酒喝到忙塞塞，然后这个一天到晚找赖清德，每天都在那边有赖的缺民进党。无赖的就是我我就是无赖一天到晚跟人家讲他是无赖，所以你就看到黄国昌他的行为就是无赖。你看前一阵子去龙山寺，我形容中国用语叫碰瓷，台湾叫假车祸，这就是一种无赖啊！跑去那边你要碰一下摸一下，碰一下推一下，我不让你滑手机，然后等到你真的生气骂我了，你骂我，你打我这不是无赖是什么？以前网络上有一个梗图，拿木棒插自己的脚踏车轮子，假装摔倒，然后就说木棒是民进党，这就是黄国昌啊。等到真的要下去骑的时候，你说，你有种，来，台南高雄，被很多绿营的人士说，那我们正面对决，结果看到他的行程，我噗嗤一声，从北出发我形容这个行程一日北高。首先他没有政治意识我不知道他要宣扬什么概念，到底是挺贪污还是挺壮士代，这个要等他们到时候要出发之前记者会才知道。我形容这个叫做时间长、停留多、路程短的找回小草之旅什么叫时间长？他从凌晨2点50分骑到隔天凌晨2点20分。什么叫停留多？一次17站，柯文哲那个时候没有停那么多站。第3个路程短，因为他从土城出发去到关渡等于淡水，但是呢，他注意看最后结尾的地方在高雄的大义国中。那如果对高雄地理有点了解的话，大义国中它就在左营高铁站附近它是在北高雄，甚至没有进入市区。那我们也知道左营过去谈到就会说那里是蓝营的票仓嘛。那你看，
不好意思讲，虽然我也是我没有到很柯粉呐，但我也陪柯文哲骑过2次，至少那个他一日北高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们还有印象，他是在中华路跟七贤路口的饭店，那个是老市区过火车站的嘛。然后呢，他再一次是不知道是一日双台什么蛙哥骑到屏东去的，他也是就整个贯穿高雄嘛。你这个叫进高雄，你这个只是进高雄高铁而已啊。所以我整个而且它里面我特别注意一下，它有2个地方停45分钟，我猜是拜庙啊，一边刚好是关渡庙，一边是深港保天宫。那但是以他们这个哈，我不知道要想科学、理性、务实，还是过于理想啊。它几乎每一站都是用 Google 最佳路径的时间下去排，所以到时候如果红绿灯都塞车干嘛呢？很有可能延期。而且我很直观的看，你路主要骑到大义国中骑脚车应该要1个半小时，它是设定1个小时20分。总之我猜他们会无限 delay 啦，所以呢，你就看到一件很幽默的事情啦。我很不好意思讲，对不起民众党，我没有那个意思。你们派这个到底是什么虾丁蟹酱？我连听都没听过。他为了要凑数啊，为了要把它分17站，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个是民众党串联的活动，他在嘉义、台南那种比较蓝的地方，比较绿的地方，他就放黄成俊。他放刘玉宏，不好意思，我在政论上比较少谈论到这些人。他到台南到市区的时候，他就放林义君，林义君比较没有伤害，我就倒觉得还好。李鼎立这个还稍微有听过。然后高雄路主到大义国中放黄国昌跟黄珊珊，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你任何知道高雄地理的人，他这一段会从路主骑到永安、弥陀、紫关、南子、左营。天龙不狼啦，那2边都没有人，所以你要打他哦，你找不到人打他。他路上看到的虱目鱼可能会比人多只有野狗了，狗比人多。这样子，周围支持他的声音就来到95%。你知道，在高雄取得支持95%的声音呢，不会被人打，小心被野狗咬。我不知道他们是要压走还是干嘛，可是这个效益到底是什么？就是你要去高雄，可是你又很怕被抗议，你选在半夜骑没有人的地方。我跟你讲，你如果最后一站是高雄火车站，那我觉得都还算得过。你即便是半夜3点，至少是有一个我来高雄的意向。你已经到北高雄一个已经快要没有人的地方，你沿路上都没有人，然后你放最重要的黄国昌跟黄珊珊，我就问你，你们到底是想做这条新闻还是不想做？所以整个莫名其妙，然后这个搞不清楚重点，我不知道他们要干嘛。但是对民众党来讲，小心不要掉进余温就好。不会啦，新德边啊，较无温呐，新德你米德温啊，不是啦。好，总之，反正我没有特别期待啦，我也会准时睡觉，我不会看直播啦。但是我认为对民众党的支持者，我还是要问一件事情，就是黄国昌到底要消费柯文哲消费多久？重点不在他到高雄的路程，重点是你从土城出发。我不懂我真心不懂。他不是连练习的时候都要摆一个柯文哲的那个头盔在那个脚踏车上面。就是柯文哲的意志啦，还是什么要延续下去？不是因为摆了柯文哲，所以有人会捐300。我最后只想踩飞轮捐300万。我最后只想跟民众党支持者讲，柯文哲还活着，不要让黄国昌操作成这个样子，真的很难看。我最后只想跟民众党支持者讲，柯文哲还活着，不要让黄国昌操作成这个样子，真的很难看。如果讲到这一段，一山你会不会特别有感？因为那个时候，包括那个脚踏车那个行程，所有这些，那时候你都在。没错，那所有这些行程，再看到第一个，当黄国昌现在的时候，对待所有的他这些模式。那你觉得他真的是很认真，想办法要把柯文哲接出来？如果照刚俊贤委员讲，万一柯文哲交跑出来，那不是很麻烦吗？可是这些行程真的只是在消费柯文哲吗？今天周刊里面盛获讲到，对那个叫金钱帝国吧，他所有的这一切，又让大家拉回了一点，就是柯文哲当初到底在做什么一些？当然，包括黄昌，包括陈之汉，今天只要听到媒体周刊报这个东西，他们一定就有话要说。先让你听一下，来。你刚刚所讲的那一本《垃圾周刊》呢，真的是党检媒3位一体啊，发挥的淋漓尽致啊。正没有给你的，你不准要，否则你的下场就跟今天林岱樺所面临的情况一样。本身就是补助给党跟候选人本身的，本来就可以合法的支配跟运用，所以《镜周刊》的心有多黑，可以把这个合法东西写成非法的东西。那医生是，
第一个先讲228骑脚踏车这件事。第一个真的他是个人英雄主义，所以个人英雄主义你就要跟这个人有关系，柯文哲是228的受难者，所以跟228这一天骑脚踏车是跟他是非常有关系的。第二个，柯文哲自己非常喜欢骑脚踏车，他在从政之前他就环岛过一次，所以那是一个体力跟意志力的考验哦。说真的，柯文哲的前2次骑真的，后面我就不知道了。他也必须得用电动脚踏车也好，或用接力的方式，因为体力已经不行了。它是一个体力的考验，所以他真的在一日北高，他为什么是骑一日北高？他本来是应该228骑一日双塔的。他在一日北高的目的是因为他在选前1个礼拜起。总统大选2016的时候，因为228那时候已经选完了嘛，所以他规划在一日北高，在选前1个礼拜，那时候蓝绿总统大选正激烈的时候，他用个人英雄主义来说，这场选战是由我柯文哲的角色，所以他的目的非常清楚啊。但是黄国昌这一场的目的是什么？我直接讲，就是收割柯文哲在党内的剩余的力量。包含最近掀起的所谓的柯文哲的奔丧事件，党内也在操作，我都觉得有点不舍柯爸爸，因为柯爸爸从来不参与政治，他连柯文哲参选，他其实一直都反对，所以他走了以后，不要再用政治来干扰他的告别式，但是整个民众党还是用柯爸爸的告别式，用柯文哲的奔丧事件在政治操作所谓的柯文哲的能量，而这东西都是要来灌给黄国昌的嘛。他非常清楚，现在党内哪有黄国昌的支持者？黄国昌的支持者，民众党是一个拼装车，过去曾经有，但是在第一个会期的时候，为什么在立法院外面一堆人骂黄国昌伪君子？那个就是他的支持者，这群人早就跑掉了。民众党跑了一半，还留一半的柯文哲的支持者留在民众党内。那剩下呢？为什么他要积极的去拉深蓝的选票？因为剩下要统驻党新党。亲民党这些人本来跟国民党就有一些渊源，而他现在的目标，他已经没办法去挽回流失的柯文哲的小草们，他也没办法挽回冲粉们，所以他不断的往深蓝靠拢，所以才到龙山寺办了一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因为虽然中正万华不是深绿选区，但是龙山寺绝对是，它是民主的圣地。你只要黄国昌赶来，你这个背骨囡仔，我绝对跟你骂嘛。这就是我们艋舺公园遐阿公阿伯，你直接来逼看嘛，所以一定骂，但是他不入虎穴，他焉得虎子，他就是要人家骂，他的深蓝的选票就过来，接下来他就可以操作，他是反罢免的第一战将，包含在228活动，他从南北骑到南，他这个印象造成的时候，我未来各个被罢免的立委的候选人会不会要我去站台？叶元之就说要啦，其他人要不要？我有10%，即使是剩下12%，今天正传媒的民调还有12%，12%对国民党很重要。当然呢1/3的选票，我需要黄国昌来动员的时候，我就跟国民党画 PLAN 了嘛。这个 PLAN 就是钟小平，钟小平你不要选啊，我吴怡萱来选，我士林北投学姐来选。依然那个陈俊宇被罢掉之后，我陈婉慧可以来选嘛？你国民党来谈嘛？这些被罢掉的选区，你们签的辛辛苦苦，我只要一站台，我至少割个3个5个选区来选。那我割选区来选的时候，即使不会选赢，我的议员就站稳脚跟了嘛。他2026年继续跟国民党去画 PLAN， 我要拿新北，我要拿台北，或者是宜兰或新竹嘛，这些选区就是国民党被擒了的部分，这也是国民党现在面临危机哦。民进党跨被选团，反正你2个票，一定不会影响到中间选民的。因为柯文哲的贪腐事件完之后，图利跟贪污的事件出来之后，中间选民至少现在都中立化了嘛，他不会认柯文哲的选票来做移动，这也是黄国昌战略跟柯文哲的战略最大的不同。柯文哲是从中间切一块来跟国民党谈，来跟民进党谈。
但是黄国昌现在切着这一大块全部是国民党的，所以他只能跟国民党谈。所以为什么他未来会越来越跟国民党靠拢？原因也是这样子，因为不会跟民进党谈了。民进党不会跟黄国昌谈的原因是他吃不到民进党的选票，但是他吃的都是国民党的选票，所以国民党现在才更应该紧张的时候。他们未来在下个会期在反罢免的战略里面，国民党到底如何去选择他们的战场？选择他们的战略，因为黄国昌没错，他有12%的选票，但是他也是仇恨机，他也是仇恨制造机，他到哪里仇恨值就到哪里，他也会让中间选民跟民进党的支持者的投票率提高。这个东西有损有得，到底国民党要怎么盘算，才是国民党被罢免的立委最重要要去算的票的基础。OK， 尚宏，你最后来总结一个，你看了在立法院，包括看各个政党。包括各个政党的领导人物看了这么多，黄国昌这招基本上是不是真的能够像刚刚来宾所讲的？现在在大罢免风潮之下，朱立伦都出来讲了，就是包括不分区不要随便讲话啦，不要随便搞事儿，意思就是他们会投鼠忌器，但黄国昌不会。所以当黄国昌不会的时候，用这样所有这些模式。他真的能够完成像刚刚讲的，借着吸了深蓝的票，然后跟国民党画 plug， 能够换到一些他要用的，站稳了他的脚步以后，2026过关，那2028呢？2028蓝白如果再合，一定有他的角色。他能够完成像这一块吗？柯文哲现在在民众党生活在黄国昌心目当中，你觉得还有什么样一些分量吗？因为今天媒体上面又讲到陈佩琪那时候，原来那时候房子大家不是讲1.2亿的豪宅，他真的有下斡旋呢。好。原来不是单纯去看一看而已啊。虽然斡旋不见得你买房子知道那个斡旋金也许不见得很高，但那就表示我真的你只要谈妥我就要买咯。是这样子哦。对。先谈罢免，你当然黄国昌在这一次的罢免，他一定要表现他的角色。而他的角色一定是拉高到对抗赖清德。那对抗赖清德会让谁很爽？深蓝很爽。深蓝很爽，然后现在国民党要担心的一件事，就是说国民党里面有谁可以跟黄国昌抗衡，一起骂赖清德，骂成这个样子，什么事都要找赖清德，什么事都要骂赖清德。柯文哲的案子也是赖清德，罢免也是赖清德，什么都是赖清德。那如果你国民党里面相较之下没有一个跟他一样敢对抗，民进党的一个角色，我说的这个角色不是被罢免人啊，像徐小新我说的是党中央里面或是哪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如果没有，那对抗赖清德的角色就是被黄国昌吃掉。黄国昌吃掉的时候，就影响到深蓝的票。那深蓝最气的一件事就是你国民党不敢站出来，所以到最后会不会产生一个效应？2026年的时候，深蓝的里面逼蓝营要跟白合作，深蓝会变成你说深蓝会直接逼着，不是单纯你们两个人要不要谈不谈，他一定要你去谈，逼党中央说，那一个地区哪一个地区要合作才会赢，怎么样？2026年合作只走2028年才有胜选机会，什么一大堆的。如果这个声音逼出来，国民党要怎么处理？这第一个问题嘛，就影响的是深蓝嘛。第二个就是说，他当然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某种程度把柯粉要转换成昌粉，对，他要有一个转换的过程。那转换的过程当中，他必须拿柯文哲的去对抗赖清德。柯文哲什么？柯文哲什么？柯文哲什么啊？赖清德都对柯文哲怎么样？不管怎么样，他要拿着柯文哲去对抗。柯文哲对他当然还有存在的价值，还有存在，但是我们都知道嘛，效益是递减的嘛，递减。所以你注意看，黄国昌讲柯文哲是越讲越少，偶尔提一下，所以他的价值是递减，但我又不能全部不要，所以现在柯文哲在黄国昌的利用价值上面，讲难听一点叫利用价值上面，他还有，但不像
他在未来可能要当代理党主席，或是要选党主席，那时候的价值来得高。因为我已经当选。我已经当选。他要创造的是一个以黄国昌为中心的民众党。他要创造的是一个以黄国昌为中心的民众党，不再是一个柯文哲为中心的民众党，因为柯文哲以我为中心，柯文哲现在是要拿来供奉，不是拿来成为预转中心的一部分。那说陈佩琪，哎，对啊，你看这是陈佩琪8月22号发的脸书。说什么隔一天可能忙碌的一天，结果打开网络新闻都是讲他买房子的事。他有去看过办公室啦，然后他说过他有去看过略微，大家说他看1.2指，他有去看过啦，因为天黑啦等等啦，所以看不清楚啦等等。但是今天《镜周刊》如果报道都属真的话，你发完了这一天，8月23号，柯文哲跟陈佩琪说去找跟陈志涵说去找陈佩琪谈一谈，如何善后，控管一下，不要发言一定要让你经过，不要成为自首号。这是8月22号的脸书，那是8月23号柯文哲跟陈志涵交代的话。那当初还记得8月30号柯文哲被搜索，陈佩琪怎么说的？陈佩琪说：“我从来没有在床上晚上睡觉离开。”原来8月26号你就不在了。原来8月26号你就不在了。8月26号，你看柯文哲又赖了陈志涵，跟他说什么？请问你炸弹怎么样？对他这炸弹指的是陈佩琪吗？我想应该是吧。然后这个炸弹结的怎么样？然后先厘清买房的钱，及财务状况，再处理斡旋金。所以有斡旋。柯文哲知不知道斡旋金？知道嘛？他绝对知道嘛。所以你整个串起来看，8月22号发文看，8月23号柯文哲赖陈志涵要去跟陈佩琪谈一谈，8月26号赖。8月27号拿回斡旋金，8月29号开记者会说房子是用补助款。你看今天陈志涵也说补助款，但不对啊！你回过头来，你8月27号把斡旋金拿回去了嘛？那请问一下，你什么时候买商办？5月。你全部我们以他的财报跟你的补助款算起来，还是5000多万，超过5000多万。2间，2亿，以现在的贷款额度要交70%，1亿4，还有9000万，哪里来？所以你现金一定要有这么多，你9000万哪里来？现在因为上亿的房子，你自备款大概都要超过7000万的话，自备款要7成吧？那1亿不7000万吗？那2户不是1亿4吗？存款5000多。那还差将近9000哪里来？所以大家才会怀疑。今年陈志涵说你讲的跟违法一样，不是我们探究的是，你还有9000要从哪里来？你9000万还要从哪里来？然后你看，在今天周刊揭露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3月28号，原来谈小草咖啡连锁是在壮世代教科文协会谈的。我说你今天你看柯文哲所有你一面谈生意也好，房子也好，什么也好，其实你可以看到他永远在善后，因为行为都已发生，因为你已经付了斡旋金了。斡旋金的意思是你有购买意愿，然后开始要来谈价格，我先付一笔钱摆在那边，告诉卖家。说我是有意愿的，所以我是来跟你谈的，我不是来跟你嘻嘻哈哈过去就算了，来打听行情的。那从8月22号陈佩琪的，
一直到8月29号，那全篇哪一句话是真的？如果《镜周刊》属真，那之前所说的不就属假？一峰，你刚提到那个壮世泰教科文协会，吴春成的请辞有没有在你想象当中？他是请辞还是被请辞？他应该是请辞了。他是自己请辞了啦。我觉得也挡不住了。因为你看，我觉得今天那一个民进党提的废除壮促法的报告事项第32案，蓝白都没有反对，直接复委。对。那我就问一句话：如果蓝白要挡了，民进党会怎么做？因为报告案就是反对，退回程序委员会。民进党反对，表决要不要退回？那表决叫什么？表态。表态。你现在要立即表态吗？立即表态，谁会倒霉？民众党好过吗？国民党好过吗？我们一直在问壮促法，你们要怎么表态？你们要怎么表态？那如果今天我安安静静让你复委，复委以后再说嘛。复委反正所以不是不想在这时候表态而已。对，复委有2个召委嘛。那国民党牌还是民进党牌呢？国民党应该不会接这个烫手山芋吧？那就民进党牌嘛。那委员会审议完了以后，初审还要进程序委员会嘛。但是你现在的问题是，国民党是拖着嘛。但民进党一定不会让他拖嘛。所以壮促法未来大家还有得看呢。你要问林俊宪，卫环委员会那个卫福委员会会不会一下去以后马上排？可是现在吴春成请辞了，请辞完以后，对于整个壮促法这个案子要废的这件事，有没有任何改变？或是刚才讲到，那接下来呢？民进党还是会要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委员表态吗？这件事？因为我也提要废除壮促法嘛。当然很多的立委，当然争先恐后，没签到的还打电话来，说他也要联署。对，这次提案只有27个。我说，但是因为够了，我们就送嘛。所以这个法今天既然已经复委，那这在委员会就一定会排审的。国民党不排审，民进党也有召委。那召委，民进党一定会排审这个法案。那真正的审查是在委员会嘛？那就看委员会那蓝白的态度。如果吴春成已经辞职，我觉得这个法案废除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嘛。所以不是因为他走了这个法案，大家就觉得算了，人都走了就不要废了。没有，吴春成说他打过美好的1仗，后面还有2仗等着打，一个叫北检，一个叫监察院。因为那当然打过美好的1仗啊，他都申请专利了，壮士那都就废了。那当然嘛是有美好的1仗，而且他已经设了一大堆的公司协会啊，也有壮士在规拢伊这个仗多美好啊！但是不能让一个法律名词被一个个人或某一个团体给占有，对不对？所以他现在这个壮士在这个名词变成吴春成的，只要它存在一天，那就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嘛。今天国民党党团没有党是充满了智慧，真的，终于是因为为什么这种案子瞩不瞩目？当然瞩目。柯文哲我是5月初我去告，5月几号？5月2号。5月初1号、2号，我记得。5月2号， 5月2号我就告，因为他永远记不得他什么时候告的。对。那请问什么时候起诉？大概就3个月吧。那吴春成你看嘛，吴春成已经办1个月了吧？半个月还1个月，已经检察官办了。差不多了，他这案侦办。对，那是不是现在几月？现在2月底好了，4、5月搞不好就起不起诉了。那起不起诉之前有没有强制处分？那都会出来。那你对嘛？现在没党，还有回到委员会去等等。那个时候我起诉以后，国民党怎么挡？所以这个让他不挡是以时间换取空间嘛。我委员会讨论的时候，你们怎么办？不是今天起诉了，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对，可是我认为这案子会被起诉嘛。但我不要下那滚钉床这种赌注了。我认为这当然收押未必啦，交保。重保可能嘛，然后起诉是一定嘛，那国民党就好表态了，那就不能支持，那还支持不是就完蛋了吗？那黄国昌也会体谅嘛，对不对？小平你知道吗？因为现在所有的议题，我觉得大家的考量多多少少都会跟罢免摆在一起。对，所有的事情出来会不会都帮罢免添柴火啦，或有任何这些的考虑？
就像朱立伦，为什么朱立伦会说那个不分区不要闹事，就是要推什么民生法案，包括1万块钱。朱立伦说，你只要一直喊1万块钱这些法案，老百姓就会有感觉嘛。那但是如果要是有人闹事，那对你们来讲的话，每个地方加油添醋上去会受不了。他到底指谁？我说翁小玲啊，之前翁小玲说不是自己都说不是。有人要承认自己是吗？应该不会吧，搞政治。我觉得啦，你要看这个轨迹来看啦。当初他是非常喜欢翁小玲，甚至要培养他选这个新竹2026新竹2022的新竹市长。那那时候，那他还气一件事的，为了他还气一件，他本来给他有个纵深可以去，因为一般2022选年底11月20几号选，一般都是5月提名，那还有时间可以努力。那我讲这个话的时候就是那突然这个议长领衔，冷不防党团通过因为我们议长之间新竹市的国民党的主委，党部主委 ，OK， 就提名呢。党团建议对，建议提名。那这个等于是藩镇节度使了，哇，这好像管不住一样的。然后第一个朱立伦没有面子，第二个没有给翁小玲纵深去活动，翁小玲质感够，可是知名度不够嘛。OK。就要提了，你现在还认为质感够吗？现在不，当时，我讲当时，你这那个大学教授，大学的教授，清大教授很厉害哇，是好很有名的哈，不管，那再拉回来，然后哇，后来一做民调，因为这边也地方压力很大，一定要林根人嘛，然后一做民调，党内互比，我记得是30几比6吧，我讲就6，那不得算了，放弃了。我讲的重点是，他是对不起朱立伦，像我们朱立伦让我们回国民党，我们都感谢他，人有事尽量帮他讲一讲，对不对？这是人之常情，人都有温度，人与人之间嘛。人家这样子对你，还让你当不分区，为了你先得罪了地方的势力呢，又让你当不分区呢，那你这样子闹事，你干后？你如果觉得你认为闹事的是他，可是朱立伦如果要讲这一段话，我的意思说他不能私下跟，如果你觉得是翁小玲，他们不能私下把这些人叫来说，那个现在大罢免风潮，找过，所以不得已，所以才只能透过媒体说不分区别闹事。朱立伦的做事一定先去找嘛，那甚至大概这几个月前，这个我跟林涛一起上某一个节目嘛争论，那林涛就在骂他，林涛代表谁？当然代表朱立伦嘛。就是我先跟你讲，你不听，我才叫指第一必须在电视这样讲，你还不听，那就只有我自己讲了嘛。就如果你现在还不听，下一次我再讲就把名字讲出来。对，那还不听，真的又开除党籍，不会先停权6个月，不会那么早开除，不会，我们党还是有程序的，你不能随便开除人啊，这个东西。所以已经就朱立伦忍无可忍了，我觉得，只能。这个何须再忍，再忍就得内伤了，再忍是吧？不过你从小平刚刚讲，因为包括朱立伦会讲到这个样，也就是说大罢免之下，朱立伦自己都讲，蓝营有很多委员确实感受到很多的一些的压力，所以包括法案的内容，包括很多这些。来 ，Thank you。但是巧芯的做法不一样，密欢感觉上，尤其跟曹金人这一仗，是把所有的热度要打得非常热啊。最近几天出来的好几份的民调，包括今天刚讲正传媒民调里头，确实有反罢免的火，确实也往上升啦，也就是巧芯会觉得我打的是对的，就是要把反罢免的票不能像 Thank you 一样啊，打到最后再日还是被罢掉啦。没有，我还是表现得很好，尽力了啦。叫朱立伦去跟严宽选，他是选得赢是不是？这句话回得好，本来就是啊。我在现职的时候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人到底是然后就是。民意代表本人，他是跟着民调在走，还是民调会跟着政治人物在走？我后来发现这两个的差别是在于你有没有要领先于，有没有在民意上做领先的事情。那个时候也当然就是一些换护照、关心国防等等的。那有一些人比较传统保守的，他可能就是民调说，我做错事了，我们就调整。尤其组织越大的越容易这样子嘛。那所以在这两个形态上的差别，就是年轻的民意代表。他比较习惯走在民调前面，那可能比较有经验的前辈，他们就比较容易看民调办事情。好，那比较特别的是蔡英文啊，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些事情，包含同恩啊、年金改革这些的，可能会掉民调，但是他也是选择走在民意前面，这是我们佩服他的地方。好，那现在回到徐巧芯身上，他也算是比较年轻的政治人物，我猜啦，他虽然也有看民调，但他应该会领先民调啦。就是说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未来会反映在民调上。
哦，他不会因为说民调怎么样，然后未来看到已经快要不行了，他才想要救，那可能就会来不及。不过讲民调，去年的民调有一件很吊诡的事情，是绿营普遍这个在私底下传言的，就是选前2周的10%事件啊，有不止一位民意代表在选前2周突然有10%支持度不见了，那甚至包含在台中不止2位，那还有其他地方。那10%到底是怎么来的？我后来发现跟年轻的选民有很直接的关系，就是我都不表态，一表态你就完蛋了。好，尤其是在选前的那一段时间，包含我自己也发生过一样的事情。我在罢免前，其实我曾经把那个，因为你看我的民调都大概一直是37，就是支持罢免我的37，就严加动员。那我这边的话，大概反罢免很极限，就是大概在25上下，要再上去可能也很有限。所以我们一直要把那37压下来的过程我其实在选前1个礼拜是真的有做到，他们看起来快要没过了。可是最后1个礼拜又突然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民众党的支持者突然表态，70%要罢免我，即便他的党主席说，柯文哲不是说你 OK 啊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事后分析就发现，民众党其实是有一群在操作民众党的民意就是说我可能投票的时候我会投给国民党，但是因为我的生气、我的暴走或者我的支持，柯文哲会转向，他会去讨好这一群选民。不管你要说他是深蓝或者是比较这个极端。他们会去试图讨好这一群选民，那这一群选民同样在国民党扮演着一样的角色，他不见得是红，但是他就是很希望台湾大吵一架，或者是他很希望民进党被骂。这一群人，这一群很嗨的人，他大概都是最后1个礼拜就突然会引起这个政局的搅拌所以我认为徐小新某种程度认为会觉得说反正极端派如果现在在我们这里，公民团体是温和派，公民团体不是要什么推剧嘛那种的，他们没有，他们就是很温和的在表达他们的意见，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们正在修复民主。他们就是很温和的在表达他们的意见，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们正在修复民主。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现在极端派看起来，台面上的极端派最狂的、最疯狂的，其实是黄国昌民众党嘛。所以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我认为徐小新他会继续的张牙舞爪下去。不是徐小新可以这样，但是这整个风潮如果把全国都打热了，那有一些，好了，我们讲白一点，小新可能有。小平那算深蓝护体吗？深蓝护体对啊，就是有一些深蓝的铁卫队说什么不能让徐小新倒下，因为他某种程度对蓝营来讲有象征意义。对，但是蓝营有很多岌岌可危。对，就是他没有深蓝护体的，很明确啊。你是说我们选区吗？对，就你们选区的，他如果没有的话，你把这个炒热成这个样，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之下，他可能一个不小心。就真的被罢掉了。蓝营现在的战术就是面子里子都要嘛，吵架的继续吵啊，但是被点名的现在都躲得很好什么涂全集、叶元之、罗廷伟、廖伟翔那些都已经消失在这一些可能会讨论他的电视台上面了。OK， 他不让你们去讲到他们所以这个面子里子都要的情况，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破口是。他们的论述跟立法院表现，在会期开始的时候就会出问题所以朱立伦一直不断的强调嘛，我们这一次就是讲普发现金，普发现金人民有感，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原因是因为傅昆萁的案子都会掉票嘛，傅昆萁给他玩了1年然后玩到所有关心政治、关心法律、关心立法过程的人全部都跑走，关心宪法法庭全部都跑走几乎没有一个你可以看得到台面上或者权威甚至是浅蓝的学者愿意站在傅昆萁后面，全部跑掉那接下来就是进入民间了嘛，这一些时间需要发酵反应，甚至是第2阶段到投票期。他要出去摆舞台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决胜期那现在国民党反正徐小新就是什么票都要，面子里子都要，所以他才会长成这个样子嘛，这很正常，这很正常。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一区会不会真的带动全国变成这样一个风潮？阿淼，你如果真的看的话，好，每一个事件或每一个人会不会都有影响？譬如傅昆萁、副总召，美岛电子报有一个民调，3党总召的反感度都过半，但傅昆萁近60%，他是第一。好感与否，所以会不会是这次有很多人为什么要打某一个地区都打的是，也许你根本不知道你那区那个立委叫什么名字或者什么有印象，他就打罢谁就等于是罢傅昆萁，就把他拉过来。黄国昌一样，因为他仇恨值高，就罢谁就等于罢黄国昌，一样拉过来。
所以包括人，包括刚讲的一些的事，譬如巧芯跟曹先生之间对垒的一些事情，会不会影响到这些反罢的风潮？是不是真的比较大？因为像这个议题，像正传媒的民调，如果交叉分析的话，跟上一次相比，赞成罢免几乎没有动，反对罢免的下降了3.1%，74.7%的民进党的支持者赞成罢免，可是国民党的支持者78%，他根本不赞成罢免，也就是说，他因为这次蓝的被罢的多嘛。所以变成现在要去护的人也变得比较多。如果是绿委的那个地方，要罢绿委的地方，20.3%受访者会去投罢免票，23%他会反罢免，等于比较高。那42.6%说不会去投票。罢蓝委的地方有25.9%受访者会去投罢免，所以绿营的支持还是比较多一些。但是26.7%会去投反罢免，也就是说，巧芯的策略是不是真的某种程度会把反罢的风潮拉起来？那如果这样的话，未来这一仗。当然你说大概要到第2阶段完，再到第3阶段投票，可能要到7月或8月，再加上黄国昌在这中间，绝对不会让这个议题失温。那一路下去，你判断会怎么样？这个先讲大局，再讲个别选区哦。从大局上面来看的话，其实现在看很多家的民调了哦。这个3党的立院总召，因为其实都是党内的鹰派，比较积极的对抗派，就是我们老实讲。3党的立院总召在社会上面的这种所谓的仇恨度，其实好像都是3党里面各自最高的。那所以这个3党总召的这个操作啊，就比如说罢免某蓝委就是罢免傅崐萁，罢免某蓝委就是罢免黄国昌。国民党其实现在网络上对年轻族群释出了也是罢免某某某就是罢免柯建铭嘛，其实一样，这个都是。蓝绿2大阵营各自拿去动员自己的基本盘，动员自己基本盘，所以这个有人经常讲说立法院里面总召的重要性，过去可能很多人都没发现，过去可能这个长期这个王金平院长时期啊，或者是说苏院长、尤院长时期，大家觉得总召只是代表去协商，但是经过这1年，大概发现说总召其实非常重要，那。对于民进党来讲，其实这个所谓的大罢免倒不一定是说，一定要达到罢免6个，再选上6个，然后变成民进党单独过半才叫成功。其实我自己看整个的这个大罢免如果能够做到一个让傅崐萁不是国民党的总召，其实某程度上他在政治上就有极大的意义，因为这代表说国民党党内的这种不讲理的鹰派啦。今天我看林濁水描写傅崐萁一句，我觉得很贴切啦。就是这个要伸手朝政啊，但不懂朝仪啊。就是说你进到这边来，你还是用花莲王的那种玩法，然后来到台北的立法院里面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当然了，很多的知识蓝也好，经济蓝或者是传统的精英蓝现在对傅崐萁都是非常这个评价不高的啦。这样讲。那所以这个罢免其实。当然走到最后，有人说看投票结果民进党能够罢掉几席，再选上几席，这还真的考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可以让这个3党整体在立法院里面，因为这个罢免，所以对立的氛围下降，鸽派的声音出来，然后大家可以一部分合作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政治目标。因为从民调里面来看我觉得蛮多民众其实是对于立法院的现状感到不耐，就是，我还看到这个正传媒的民调里面有一个说，请问你觉得哪一党需要为现在的朝野对立负最大责任蓝白相加，跟民进党差不多，但是有10%的人觉得3党都有责任，这个民调我觉得值得3党去思考了。当然。如果大罢免一直滚动下去，接下来我们要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个民调里面大概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我们看这个罢免投票行为，罢免投票行为的分析，我觉得这一题最重要。就是说，你去看，大多数现在还是都超过40%不会去投票，所以现在罢免确实还没有进入非常热，因为如果真的非常热的话，你大概是说可能至少要到50%多甚至60%的投票率，那还非常热嘛。那现在还是有40%人不会去投。那另外还有一个值得看的是什么？除了罢民进党籍跟罢国民党籍，目前反罢都是微多于要罢免，对，大概都差3%，反罢都差3%，但是罢国民党立委要罢免的，现在已经超过25%了。这25%是什么？这个魔术数字啊
就是第3阶段罢免要成功，一定要超过的最低标就是25%门槛。现在才1阶联署，才1阶提议哦，才1阶提议要罢两委的，竟然已经超过25%了。那这代表什么？代表所有被罢的蓝委现在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热战。对，因为你看要罢绿委的，现在是20%嘛，那代表说这些绿委还有一定的空间，你可以去做冷处理。因为如果你投出来赞成票只有20%，那不管差距多少都罢不掉嘛。可是蓝委没有选择啦，蓝委一定要热战啦。那回到这个热战哈，热战有几种热战呢？一种是正向的热战，正向的热战就是说，好，我今天用各种方法呈现我的政绩，对不对？像朱立伦现在他就是打算要打正向的热战，他发1万块，朱立伦觉得人民会喜欢普发现金的这种作为，所以他就要打得很热，说哦，你看到处敲锣打鼓，哦，国民党发1万块给大家，哦，这是朱立伦他要打正面的。可问题是，真的每一个蓝委他打的热战都是正面吗？徐小新打得很负面啊。徐小新他现在的策略很简单，就是他要把整个局弄得乌烟瘴气，然后怎么样？最好大家都不要出来投，大家都这个很多人觉得徐小新也不是什么好人呐，但是他也觉得曹兴诚啊，这好像人家都讲他有问题啊，算了，我不想理这个。那对于徐小新来讲，他的策略成功，因为他的选区是深蓝，因为他的选区是深蓝，所以徐小新个人选择这个热战，但是打负面的，然后弄得乌烟瘴气的这种，对他个人最有利。但是这里就一个问题啊，他跟朱立伦要走的方向，我觉得有点冲突。因为朱立伦他要打的是正面的热，但是现在版面大多数都停留在由徐小新以及这些比较鹰派的人所带起来这种负面的热。那负面的热也许保住徐小新，可是像叶元之呢，像涂全集呢，涂全集跟叶元之差1-2千票而已，差1-2千票而已。还有台中的这个比较年轻刚选上的蓝委，他们的形象是跟徐小新绑得比较近的。那徐小新你保了你自己。但是对于其他，其实他也没来管其他人啊，坦白讲。但是其他的这些人，他到底要怎么样从这种很负面的国民党形象脱身？不要忘了，已经好几个民调，各种不同家连续做出来，蓝白相加已经小于绿了。这个是近半年来各家不同的民调做出来，蓝白相加会小于绿。那当然绿也没有成长啊，从选后绿一直就是35上下，跑去哪了？跑去不表态，对，跑去不表态。那这群不表态，会因为你一直打负面的热战就出来挺你吗？他只会离得更远嘛。因为这群现在转不表态的人，就是觉得现在政治太脏、太乌烟瘴气，所以他不想。那如果说在这种国民党这种负面热战的氛围之下，整体来说蓝白的支持度没办法扩展。所以啊，在深蓝区，也许那些深蓝的蓝委守住啊。然后对于他们未来的政治路可能也有帮助啊。但是那些55波选区的蓝委，恐怕最后害他的不是民进党，害他的是徐小新们。OK， 对，院志的名字在今天节目已经被提了2次还是3次。OK， 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会不会遭池鱼之殃啦，或者什么类似这些？金认为你们在那个选区里头，好，今天看到这份民调里头，第一个赖总统的满意度是超过50%。那刚才讲说政党支持度蓝白加起来，其实那个绿营还是大一些。可是你有第一阶段也有被送嘛，对不对？对。然后你们不是有去包括要提告说那个里面的联署什么有一些的问题。今天有一则新闻是彰化吗？彰化的王美惠还是嘉义？委员嘉义吗？嘉义。对，他那一席，然后讲说，因为包括里面的联署书有造假啦，还是什么的嫌疑。所以领先人出来说不会再进行第2阶段，像这种事，你们会觉得会越来越多吗？第一个这个如果你伪造联署书，像我选区有传出死人联署，朗西亚克也签名，对，那这个是伪造文书，这个算公诉罪，那我们告谁？当然是告那个提案人嘛，告那个领先人，那领先人如果第1趴以后，他就要进行第2阶段的10%嘛。那如果1阶段发现弊案，我们当然告他啊。所以我认为那些领先人，他可能都不知道挂个名会产生后面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讲，怎么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瑕疵品？来对为了冒名顶替嘛，甚至也有收到那张函，然后他打勾否，就是说我没有签名哦，这张不是我的意愿哦，查询函。那也有人影印传给我们的，所以当然会告他啦。那就嚇阻他嘛，就嚇阻他不要再进行往下第二阶段。就是我们尊重人民的罢免权啊。但是你这种伪造的、作弊的罢免，这个当然我们要嚇阻他，否则大家都这样乱搞。所以像我就常提过了，因为你要一阶段其实也不容易啦，因为那个很容易写错。因为我们那个联署啊，不用说附身份证，即使你要把它完整的写好，都很困难。那个都要志工在旁边看。对啊。有上次那个尚一夫跟那个陈东豪有在节目里面讨论过，你才发现原来写那个联署书这么难，连那个国字，你现在会写？我有把我身份证拿出来，还有上网去查国字标准，有练过一次。对，原来要写的这么标准，对，我练过一次才可以啊。你要写国字，你不能写阿拉伯数字，我练过一次了，所以你很容易写错嘛。那个需要大量的志工在旁边指导，那收件嘛，那个你如果说市面上完全没看到，也没有宣传，怎么可能突然间丢3000件出来？这绝不可能啊！你看那些公民团体要四处摆摊呢，然后还要大量招募志工，做志工其实主要就是帮大家看看你那个写的对不对。OK， 所以如果无声无息，竟然可以突然间丢几千份出来，这我们严重怀疑了，就是有那种中央工厂在生产嘛。那其实最笨、最白痴就是连造假都不会，就是那种死人联署。那他如果人死了，他怎么会帮他联署？他一定不知道他去世了嘛。那极可能就是按照名册来嘛，几个签嘛，我满不在戏啊，满不在贵心你，所以像这个我们当然告他啊。我们当然告他啊，更何况这个其实在就是说你那个地方选委会，他提交中选会的那个查核报告，他就会注记哪些是大概有问题，哪些是使人冒签的，那这个其实你相关司法单位都应该去调监，这个因为这个是公诉罪，那这个当然要提高。对，小平，你是弄过联署的嘛？当然，那很麻烦。为什么这次国民党的有一些联署这些地方，老是会传出像这样子？因为所托非人嘛，真的只有一种人联署是最厉害的，就是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市议员跟立法委员，因为他有系统嘛，对。我举例说联署，举例说我们中正万华各4000个党员，对吧？有8000个党员，那请问全家都入党的机会少了，就是一家一个啊，那请问一家成年人都3到5个。那个真的要联署，是真的要去家户拜访你一天就拜访25家了，你签回来20个，你就很厉害了。然后摆摊就每个里要摆，我们有57个里黄国昌问我中正万华几个里，我是讲得出来的，跟树林不一样。好，那你知道那个有多麻烦 ？OK， 你去摆摊摆57个摊，那有的至少你摆50个摊好了，有的里比较小，或者2个里并一个摊好，然后同时要2-3个人看，那至少摆8个小时，你知道一天要多少钱？一天要10几万呢，1小时200块这样算来，哇，那很多钱呢。这个是国民党公民团体不花钱，幸好志工比较不花钱。公民团体也不要吹牛啦，你这一个摊摆得成，你把我中华民头砍了，我讲的比公民团体准啊。公民团体也很多人去挹注他什么的吧。第二阶段要像我这样，然后党一个一个拜访，还有第3个叫系统，你知道同乡会啊什么，你就去反正很繁琐啦。要这样子搞才是完真的罢免。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一峰，对于包括执政这边来讲，包括绿营的一些委员被罢的话，除了自己要不要做，我们刚刚讲两边都不能做错事嘛，对不对？除了自己不能做错事，因为执政的关系，所以施政的一些事情，那也会算到民进党委员的身上。大家有很多都会变成是这个样子，譬如说。我们最近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关心一个，因为最近包括急诊，然后一直在疾呼着说，包括急诊的医护比啦，或各方面这些。那这件事情，像林进次长就被拿出来讨论了一块。OK， 这会不会影响到一些？
你觉得看完今天这民调，你自己分析哪一个县市的立委被罢的风险最高？我觉得林静怡的讲话，当然他某种程度上，他不会去增加或是减弱一些罢免的问题。我反罢免的，跟你赞成罢免的，我觉得他有一种就是去让一些有想法可能的人，因为他的讲话而不去。然后说，我想罢免钟小平，我还没有做决定的时候，我罢国民党，一看，哇，你们民进党执政怎么这样乱讲话啊？算了算了，就我变成不去了，就有一点像刚才阿苗说的那个徐小新的战略，但是他这一个不是我故意要挑起的，而是你的执政团队犯错。你会让大家看到啊，你执政党是不是也在乱讲话啊？事情又不做。林静怡这件事情，直接跟一个急诊室的医护里面在留言的时候对呛嘛，然后说哈哈，你的小脑袋，政府按一个钮，事情就完结。但你再回想一次，前一段时间他失言是什么？输液，点滴不够的时候，有没有？他骂人家什么？啊，站着讲话不腰疼。啊，如果哪边便宜，你告诉我，我去签啊。然后那时候大家才知道，那个输液公司违反规定是你们政府处分的，停止多少，你应该是事先预料啊。不是啊，他是直接骂讲话的人。啊，站着讲话不腰疼吗？所以他的失言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喽。我们只是讲他卫福部任内，那其他时间的事情，我觉得那都过去了，也就不讲了。不要忘记他曾经是蔡英文的选总统的发言人哦。为什么被拿掉？也是因为失言啊。也是因为失言被拿掉的。然后现在当卫福部次长，失言也不是这一次而已哦。所以你一失言，你在罢免案的当头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啊，你民进党真的有这么好吗？你会削弱一些在思考要不要去的人，决定不去了。我不投了。OK， 那我心意，你说要罢免徐小新，仇恨值这么高的，其实他的话会不会影响？不会。要反罢免的，支持徐小新反罢免的，会因为他的话影响？也不会。他影响的就是在那些中间选民在思考的人，其实这个比较严重。当然，你觉得哪个县市最危险？刚才讲了哈，我觉得我看了半天，真的很有趣的一个选区哈，新北，真的很奇怪。你看那个几个议题嘛，就是说啊，你赞不赞成罢免活动嘛？说比例是40几比多少，还是反对的人多嘛？哈。但是新北50.4比36.0，就赞成罢免活动的是54.4啊。当然台南也很高，台南53.6，台南的都支持要罢免国民党的比较多了。但是你看新北50.4哦，新北抽样够不够？如果说全国是22，那就新北有张宏禄哦，新北有张宏禄哦，有叶文之哦，有苏角会的罢免案哦，还有国民党的哦。所以你看新北是罢免活动，然后你再看那些什么，请问国民党选区你会不会投？其实最高比例的新北38.2啊，说要去投反对罢免是31.9，是要去投赞成罢免的高过不赞成的。新北，但你看罢免民进党立委哦，罢免民进党立委哦，会去投赞成票的有32，不去投的24.4，我觉得新北很奇怪，新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要罢绿的，要罢蓝的，结果说我要去投票的，投赞成罢免的都高过投反对的，投我反对罢免的，所以这个选区是特别奇怪，所以我一看完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叶姓立委情况不妙。
我要去投票的，投赞成罢免的都高过投反对的，我反对罢免的，所以这个选区是特别奇怪。所以我一看完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叶姓立委情况不妙，要加油。可是刚刚讲说，如果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有犯错啦或什么这些，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朱委员说不要闹事，郑委员，请问一下，今天是卓荣泰施政报告对不对？那一开始我知道蓝营一定会有一些动作要表态，就7分钟，然后拿了一堆的板子啊或什么。这个节骨眼上面在那边做这样的事情，你觉得适合吗？会不会有任何天才火的状况？这个本来就是在野党，在野党一定不可能就我就好让你上去讲话，让你讲话，他不可能嘛，他一定要稍微表演一下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在事先有协商好了。好，因为民进党没有强力动员去护盘，大概也是事先知道说国民党大概就抗议一下，这些怎样动本来就要表演，那重点是他抗议的东西，你刚才讲的是一些民生的事情，对他们贴的全部都是什么1万块还钱于民啊，类似这些，他都不是在骂民进党，也不是在骂行政院长，都是在讨好选民，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在针对罢免案的嘛，否则他可以不让行政院长上去嘛，他上个会期就拖了很久啊，那就没好，所以知道这个会期不能不让他上，但是要用这样的机会让所有的老百姓看到他们的一些就是对民众有益的法案。我出来替您讨钱哦，还钱于民，一人1万块你把我罢免掉，可能都无呀，钱都无呀。所以确实现在政党的动作，第一个优先考量的都是罢免，或者是反罢免，这必然嘛。所以我才说罢免真有效啦，就看这个会期会不会正常一点，就是一些争议的法案可能就不会出现，尤其像那个修那个国安法嘛，现在国民党跟就是傅昆萁跟黄国昌联手，把国安从总统的职权抢来变成行政院的，那这样立法院就可以管得到，手就可以伸进去国安的这个法治体系里面，这个是非常不得了了，这个绝对会影响到国家安全。那民进党一定会抵抗到底嘛。像这种争议法案，我认为他这个会期可能就不会提。小平，这个会期这些法案如果都不能就推什么1万块钱还钱于民啦，很多相关这些，你觉得时间上来得及吗？交那个罢免的火来得及吗？来得及啊，至少没有继续往上烧嘛。这个罢免大概我的经验值啊，大概要破40就赞成罢免。那你们40里面是什么样子？25%是我非常想去，我一定会去罢免。那可能去罢免20几，20几加10几，那超过40的话就会有25。那如果表面上讲25，要罢免25，不赞成罢免25，不赞成比较不重要，因为重点是第一关你要过25，我票比你少，你没有25，你也是没有成嘛，对不对好，所以还早，这事情还早。所以朱立伦长期推也是对的，就搞那个民生法案，好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真正的重头戏烧热不是现在，是2阶连城哪一天要投票的时候，那才是见真章的时候啦。那个时候就要看现在的民进党罢我们的多嘛，我们罢他的少嘛第一个你要看我们到底被民进党连城的第2阶段成功连署成功要投票的几个？是10还是15还是20？你说过第2阶段，反正要看有几个，那才是见真章的时候。就换句话说，2月228要审查通过1阶。然后60天之内要交出去，再审查1个月这样子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到那个时候蓝白的互动怎么合作，怎么做这个4行仓库的保卫战，你知道？那怎么样用民生法案，怎么样降温？因为第一，我们先不要讲反罢免不容易，反罢免有点像工程是养工，就上次我爸那个林长佐，就是你看他蔡英文来了5次，赖清德来了3次，那个票投出来少的可怜，林长佐的反罢的很少。我们投票率很低39还40而已投票率，然后我们还连万华中间赢了1万多票嘛，实在投票率低，蓝军也很多没出来投票等等，所以罢免的25守住这个滩头堡是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民生法案降温跟真正的2阶段完了以后的
那个两个领袖的攻防哈，我认为那个才重要。OK， 还刚开始而已。不过在这个同时，其实我们一直都会提醒观众朋友，你要关心的一个国家非常的重要。一闪是乌克兰真的像川普说的，这个礼拜就会签下终战协议吗？对乌克兰来讲，因为我前2天泽连斯基已经公开说，只要能够寻求这些，他可以放弃总统职位。看来是在朝这的，而且最妙的是，谈这些是川普跟普丁，再加上法国的马克宏，这是别人决定了他国家的命运吗？对，而且泽连斯基他是有说，他应该乌克兰要参与在里面。他如果要我让步，要我辞总统，种种这些条件，必须是所谓的乌克兰必须是要有一个角色在。否则的话，他全面这样败战，他这个总统也待不下去嘛。所以乌克兰他要强烈的加入北约是他的最重要一个条件。所以加入北约当然是为了所谓的乌克兰未来会不会被俄罗斯侵略的最重要一个防卫嘛。所以他说我可以辞掉总统，但是我一定要加入北约哦。所以俄乌战争，川普跟普丁在谈最后的终战，而且要乌克兰数签矿产协议，讲白一点就要开始分乌克兰的相关的财产了。美国施压乌克兰签矿产协议，不过泽伦斯基批评说，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援是借贷关系，川普想用借1还2的高利贷，因为所有的这些矿产可能它的价值高过于现在乌克兰跟美国寻求军援的这些价值嘛，所以如果所有的矿场协议全部被美国拿走的时候，那我根本就是借1还2高利贷嘛。乌克兰相关的财产了，美国施压乌克兰签矿场协议，不过泽伦斯基批评说，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援是借贷关系，川普想用借1还2的高利贷，因为所有的这些矿产可能它的价值高过于现在乌克兰跟美国寻求军援的这些价值嘛，所以如果所有的矿场协议全部被美国拿走的时候，那我根本就是借1还2高利贷嘛，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在未来谈判的一个关键，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的。而且川普希望这个稀土，尤其是稀土这个矿产，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稀土的矿产都在中国，美国为了不受中国所控制，所以他在全世界都要去掠夺这些稀土的矿产。所以为什么我说，即使美国在乌克兰放弃了对俄国的对抗放弃了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是它其实叫做战略转移，它对抗的其实就是中国。尤其为什么特别要这个稀土矿，其实就是不被中国用稀土去控制美国的经济嘛。所以这个关键我们要看得懂，就是说乌克兰并不是下一个台湾，台湾也不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因为美国真正的战略利益是哪里？就是所谓的台湾海峡，就是所谓的第一岛链。所以它从乌克兰的撤出，其实代表的它的战略转移纵深，它重要的力量会放在所谓的第一岛链身上哦。所以相关的这些，我们持续关注乌克兰跟美国、跟欧盟、跟俄罗斯之间会有怎样的协议出现，但是不要再去散布所谓的以美论，说美国会去放弃台湾，会像乌克兰这样子。我觉得个人认为，就是美国它整体的一个战略考虑下，它必须把乌克兰放得比较轻，而把台湾的地位跟第一岛链的地位放得比较重。小平30秒要不要回应一下？这会出现以美论吗？蓝营会这样讲吗？或是这过程当中，易善刚特别讲，不要把这个扯到以美论，因为包括第一岛链跟台湾地位跟乌克兰是完全不一样。不是以美论，要怀疑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应该这样讲。就是美国跟中华民国的关系，谁好谁坏，我认为都没有那么重要。重点是现在那个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守住台湾海峡，那个是美国的很大利益嘛，对吧？第一岛链的枢纽嘛。那到底只有一种可能啊，我也不是像一般的那种深蓝讲说，哎，你这一定美国谁丢掉你也不必。可是美国当该丢掉你的时候，一定丢掉你。那这个该丢不丢都是在美国的利益。我只有一种只有一种可能会武力犯台，就是会有老公武力犯台，他就不管了。那我们自生自灭。就是你看看乌克兰给了很好一个例子。请问3大军事强国3个，美国第一，老共第2，
俄国第三，俄国现在不重要了，因为一个乌克兰把俄国拖垮，变成一个二流国家，本来军事一流强国。如果因为牺牲台湾而让老共变成二流国家，牺牲在所不惜。当然，那个情况发生不容易。那这个之前，我认为他会好好守住台湾。可是该牺牲的时候，我们也跑不掉。所以自立自强，在两大国之间，然后巧妙的做平衡的游戏，这是生存非常重要的。来，俊宪伟30秒回应。我觉得普京大家都知道生意了。你看他谈川普啦，川普他谈那个时候和平协议没有跟乌克兰谈，对不对？然后他跟乌克兰谈那个稀土，他没有跟俄罗斯谈。那些稀土现在都在俄罗斯乌东嘛，俄罗斯的占领区，就是俄罗斯宣称是他领土的地下嘛。那你签的协议，那签别人的，那你把俄罗斯当成什么？这行李两个手法。但台湾当然地位以及对美国的重要性不一样。台湾的安全就在于我们的被需要性。川普上来不是砍了一堆对外援助吗？什么 USA 的那个美国对外援助砍了吗？但是他对台湾8亿多美金、200多亿台币的援助，他放弃，他继续支持台湾嘛。昨天那个汉光演习那张照片啊，坐在国防部长后面旁边，对，坐到左边那一位就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一位少将，那么巧，照片那么会切，刚好拍到名牌切一半，那一定是故意的吧？没拍到人，听说了，就说但是又让你看得出来，那个人是那个人什么关系？那他是印太司令部里面负责作战很重要的一位指挥官嘛，那他来不是一个人，他带了一大票人来。那根据一些媒体报道，美军常驻在台湾协助台湾训练，大概有至少1个营的兵力嘛。这些他们是基本美军自己出的，都不用台湾出钱。就好像到你家来帮你打扫，还自己带便当。对，所以台湾的地位当然跟乌克兰是不一样。这个是川普一贯的主张，他认为那个不是我们的核心利益，你欧洲要多负一点责任。这是川普一贯，川普并没有违背他以前的一个主张嘛。那确实，那现在欧洲北约也开始紧张起来了嘛。我觉得如果因为这样一个动作让北约多负一点自我防卫的责任，你都要知道哦，俄乌战争一开打，你知道德国多不负责任？德国第一线的主力战车剩200多台，那个打仗大概2个礼拜就打光了。他们真的以为世界永久和平了，所以欧洲这些国家军费都不花钱都不用。那川普上一个任期，他骂欧洲国家你们自己不负责任，你们要掏钱出来增加国防预算。他不是嘴巴讲叫你们花钱，川普任内啊花了2兆美元，他美国自己也花钱嘛，所以这个就是川普的一贯的主张嘛。所以台湾3组国防预算。在美国这次的那个访问团在见到韩国瑜的时候，他们特别提出这一点。他说美国很注意到为什么你台湾的立法院、国会删除自己的国防预算，那美国那边注意的就是，那你对你自己负不负责任？你是不是真的有展现你自我防卫的一个决心嘛？所以川普其实上他虽然是一个很现实的所谓的，但是。这种人反而容易，我认为反而容易拿捏他未来他的一些判断走向。OK， 乌克兰未来的命运到底会怎么样？全球当然都会关注。那接下来对国内来讲的话，美中台之间未来怎么走向？那当然是重中之重。OK， 那国内的大罢免风潮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